今天我们早上抽点时间，我们主要是来聊一聊国际黄金的走势和国内黄金的走势。上一次我们聊到这个黄金走势是在月初9月1号、9月2号，我也是连续的发文。那么经过这20天的一个发展，那可以看到国际黄金的金价是从9月1号大致是从3410左右涨到了3700上方，也就是大概涨了300美元。那国内的金价呢，从我们上次来说，大致是位于我们看一下，大致是位于790元每克，涨到了848美元每克，也就是说大概是涨了60元每克的这样一个上行的一个幅度。整体来看，最近这20天黄金涨幅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国内黄金的投资这个手法和国际黄金投资的手法还是不太一样。大家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经参考的频道。咱们频道主要是通过波浪理论解盘，看形态入场。在我们常规分析的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金油这些大类当中，我们会发掘机会，同时也会提示风险。那如果你有比较看好的品种，可以加入 QQ 来约稿，同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会员权的权益和福利。因为你做国内黄金投资的话，你可能更多的是看的是中长线的一个走势预期，但是国际金价你去投资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电子盘的一个交易你可能无法承受那么大的一个浮亏的一个回撤。但是两者相同的点是，都会随着金价的上涨而上涨，无非是国内的金价还受到人民币汇率升值或者贬值的影响，但是影响不是特别大，它只是一个次要的或者是不重要的一个因素。好，那今天我们再来看一看当前我们对于这个黄金走势后期发展的一个预期那么之前我们从国际黄金金价当时来看的4小时来看的话，它是在某一级别的主升三浪内部，它是走出了一个延长浪的特征，5、6、7、8、9，包括在最后这个第9波内部又是走出了1、2、3、4、5刚好是借着美联储降息的那一天的一个消息，走出了一个冲高回落的这样一个预期。主要原因是市场对于降息25个基点还是不满意。如果当天晚上降息50个基点，那么昨天的视频当中也说到了，那黄金一定是稳稳的站上了3700，向着3800去发展。那既然出现了这种所谓的利多虽然是利多的消息，但是实际黄金的预期走势反而是反向的下跌。那这里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虽然是利多看涨但是实际走势看下跌，也就是说这里出现了卖消息的这种情况，涨预期卖消息，当消息兑现的时候他们就选择获利了结了。目前看就是这种情况。那好，既然这个9波延长在我个人来看它已经结束了，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开始要拉黄金分割了，拉这个整波的黄金分割。因为前期对于4小时级别走势来说的话，这一阶段的一浪是已经结束了。这里我们用红色段去表示，这就是上涨的一浪，调整的2浪，然后目前走完的是延长浪的3浪。那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处于调整浪的4浪了。那4浪后期整体向下的发展，我们重点要关注2个位置。第一个位置 0.382， 这是一个3614。第二个位置是位于 0.382 和 0.382 和 0.236 中值的位置，大概是位于3580。也就是说近期开始调整，我们主要是关注这2个位置。那后期整体走势我们还是预期先看它可能会出现所谓的一个类似于 ABC 的一个形态。等这个 ABC 的4浪结束之后，我们再看下一轮的或者说最后一轮的上行，也就是第5浪的一个上涨。所以说从4小时级别的结构划分来看，此次黄金的上涨走势还没结束，后期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还会出现新高，还会出现另外一个新高。所以当下对于国际黄金的操作来说的话，那短期可能会有反弹的机会，也有后期看跌的机会，但是终归是要回归到相对的
下方的目标价格区间之后出现底分型十字星，我们要继续去看涨做多，因为看涨做多是主趋势，看回撤下行这是次趋势。那昨天我们在 B 站上我们是更新了一期关于对于这个美联储降息的一些看法，那么这里可能会涉及到美元指数和英镑的后期大结构的一些看法。那当然昨天录的视频不仅仅于此，其他的视频录制的视频还有港股的地平线机器人、美股的特斯拉、港股的中国人寿以及港股的腾盛、博药，最后就是港股的美团。那么另外5支票都是会员或者社群的约稿，那么我们都放在我们的会员群当中去更新了所以在 B 站上你看不到的一些品种，在我们会员群是全部都可以看到的。所以说这是调整当中我们看目标位，之前也谈过，如果是调整当中看目标或者看这个压力支撑，一定要打折扣，因为有时候因为它的强与弱，它可能不一定能抵达到。像上涨趋势里面，我们可以无限放大自己的看涨目标根据这个波浪结构当中的这个波浪尺来测算出，对吧？所以当下对于这个国际黄金，那么近期我们要保持一种调整的思路去操作不能再按照之前的单边上涨的走势的预期去操作了，手法是不一样的那后期整体向上看，这里我们假设它会在3614到3580之间某一个位置结束，那么我们只需要测量一下3浪和4浪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之后我们再向上看第5浪上方有哪些压力目标。好，上方的压力目标大致就出来了，3787，还有上一次说的3834，这是最近的2个压力目标位，这也是后期我们需要关注的3787、3834，这是后期等待这个4浪调整结束之后，我们向上看需要关注的这个压力目标位。至于能否跑到更高的位置，比如靠近4000的位置3980，那么我们需要去跟随或者去跟踪它和走势的一个发展，看看这个第5浪的内部结构到底是以5波形态呈现的，还是以3波失败的形态呈现的，会有一定的区别。如果是3波的话，相对来说它整体的涨幅会小于5波推动的一个形态，所以这2种预期我们都要保留，等待后期市场的一个选择。这是目前我们整体看的国际黄金的一个走势。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国内黄金。其实从结构上的划分来看的话，我一般建议还是用国际黄金去划分它的一个波浪结构和形态，因为相对来说比国内黄金的走势要标准很多。大家就拿这一段行情来看这一段行情是8月20号，我们再看一下同期也是8月20号，低点出现了。但是这一波行情走势里面，你如果让我来数的话，我很难去数出一个9波的形态，1、2、3、4、5、6、7，我只能数出一个7波形态，所以它的走势结构不是特别的标准。因此建议大家以往去分析国内黄金的时候，尽量借鉴国际金价的一个 K 线走势，会更为准确一些。但是大结构它俩又是趋于一致。像现在这段走势的话，我们同样也是拉出黄金分割，把809这个位置调整一下，因为以往的话不会用到809。黄金分割里面764就是236， 618就是382其实只是标注的数字不一样，其实它的点位是一致的，因为你算一下236加764其实就是100%，对吧？618加382加起来也是100%。那国内黄金其实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它运行的也依然是个1、2、3、4，目前处于这个4浪调整期，可能是因为近期人民币升值的比较快，所以感觉它整体的跌幅相对于国际金价要稍微大一些。如果说是近期人民币对美元它是贬值的预期的话，那我们会发现它调整的幅度会比国际金价的幅度要小一些，这是区别。那后期这个品种我们重点关注下方也是2个位置，这个位置是382和236和382中值的位置，大概是820，这是一个位置。另外一个位置我们就要关注到这个382的位置，382就618 815，也就是说国内金价我们后期重点要关注的位置是在820到815这个区域。当然后期如果国际金价提前启动了，
那么国内金价也会跟随。那从整体走势来看，近期就是处于一个调整阶段。那么你做国内黄金的话，暂时就先管住自己的手，等待后期回落到位之后再考虑建仓，然后继续向上看。因为另一方面，你国内的话，无论是这个上期所的期货黄金也好，还是上海黄金交易所的 TD 黄金也好，甚至于国内的纸黄金也好，它的交易成本比较高，它并不适合于这种短线的交易，它更适合于去波段操作，这样你的交易成本才能显得更低。如果你每天频繁去交易的话，你最后会发现你可以给上交所和上海黄金交易所去做了打工了。所以后期对于国内黄金的走势来看，目前我们从4小时级别也是认为它是处于某一级别的适当调整，后期我们就等待下方这个820到815元人民币的时候，这个区域再考虑重新布局这个看涨做多的这个预期在。后期整体向上的上涨空间，那么刚才我们也是看到了黄金，国际黄金上方大概会看到3787或3834。按3787来看的话，以现在的价格整体向上的话，大概是有150美元。如果涨到3834的话，大致是有200美元，也就是8%左右。那么同理，我们算过来的话，以现在的价格来算，828涨个8%，后期国内的金价走势大致就是往上看60块钱人民币左右，60块钱人民币左右。那以现在价格来算的话，大致是应该位于890附近。当然到时候还是要考虑一下人民币升值或贬值的这种因素，可能会稍微打一下折扣。好，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隔大半个月，我们对于这个国际黄金和国内黄金整体走势的再次跟踪分析。那么多头的趋势依然没有结束，我们目前是处于4小时级别的调整期。等调整期结束之后，我们依然会看到历史新高的出现。好，本期视频到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